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战役——卡哈马卡战役。今天的内容呢，都会来自于《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这个战役发生在153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年后，在秘鲁高原的卡哈马卡，坐拥8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遇上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和他率领的168个西班牙人组成的军队。几分钟内，阿塔瓦尔帕竟然被俘虏了。印加帝国是位于南美洲的古老帝国，也是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大最先进的帝国，版图几乎涵盖了整个南美洲西部。那阿塔瓦尔帕作为这个帝国的君王，他坐拥100万臣民，拥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刚刚在内战中获胜，所以他们就驻扎在卡哈马卡城外的一座山上，那边有温泉供他们休养。当他得知有批陌生人正在进入帝国，他其实派了个使者去调查。那这个使者就跟着西班牙人从沿海走向内陆，回来就报告阿塔瓦尔帕说，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只需要200个印第安战士就可以摆平。皮萨罗是由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派出的征服者。这个卡洛斯一世在当时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国王，由于他的父母联姻，他还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5世这个身份，在欧洲拥有相当大的版图，所以皮萨罗代表的是欧洲第一强国。他率领着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组成的总人数为168人的军队前来征服美洲第一帝国。但是，一来到卡哈马卡城，他就发现不对劲啊！他看到远处阿塔瓦尔帕的大军集结在山脚下，两方人数差异巨大，而且他们身处敌方内地，叫不到援军的，所以其实一行人都是很紧张，但是又不能透露出他的胆怯。第二天，阿塔瓦尔帕就派使者来，那皮萨罗就通过这个使者告诉阿塔瓦尔帕，邀请他来卡哈马卡广场会面。在这期间皮萨罗他就开始准备陷阱捕捉阿塔瓦尔帕，安排人手埋伏在广场周围。阿塔瓦尔帕就带着他8000个印第安随从就过来了，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载歌载舞，穿得花花绿绿的。阿塔瓦尔帕呢坐在轿子上，剩下的队伍他就安排在城外驻扎。等到他的轿子被抬到广场中心，皮萨罗就派了一个翻译和1名修士去跟阿塔瓦尔帕交谈，要他臣服于西班牙国王和上帝。那阿塔瓦尔帕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吧，印第安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文字的，就算他给了他一本圣经，他其实也是看不懂的。皮萨罗呢，就因为他拒绝臣服，以这个为理由就发起了突击。几分钟之内这个阿塔瓦尔帕就成了皮萨罗的阶下囚，被囚禁近8个月，而他那8000名随从据说也被杀了7000多名。皮萨罗答应以赎金作为释放条件，但必须在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8英尺的房间内堆满黄金。得到黄金之后，皮萨罗立马将阿塔瓦尔帕处决了，也就是说他不守信。不过阿塔瓦尔帕也过于天真了。其实这个阿塔瓦尔帕被捕对欧洲人占领印加帝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阿塔瓦尔帕他作为太阳之神，即使在狱中也能够发号施令。那他的8万大军怎么就敌不过168个西班牙人呢？阿塔瓦尔帕的军队作战时只有石头、铜器、木棒、狼牙棒、斧头还有弹弓，没有乘骑任何的动物。西班牙人则拥有的是枪炮、刀剑与马匹。不过当时西班牙人使用的是火绳枪，子弹不好装，而且很难发射，因此更多只不过是起到威慑的作用。刀剑、长矛这样尖锐武器才是他们杀戮印第安人的利器。与此同时西班牙人还骑马。刚说有骑兵嘛，但是印第安人他什么都没有骑，他就只有步兵。那他那些步兵就还没来得及通知后面的大军，就已经被西班牙的骑兵踩在脚下了。其实直到第1次世界大战，骑兵才慢慢失去他在军事上的优势。那印第安人为什么不骑马作战？他们怎么没有发明火器、越洋船只和钢铁呢？这个我稍后再讲。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阿塔瓦尔帕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这个亡命之城卡哈马卡的。刚说他在内战中获胜嘛，所以他就是跟他的兄弟打着仗就来到这里了。那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兄弟打仗呢？因为1526年左右，天花在印加帝国肆虐，皇帝和皇帝的继承人都死了，所以就导致阿塔瓦尔帕就要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自相残杀，争夺皇位。前者虽然获胜，但帝国也因内战而陷入分裂。
西班牙人正是瞄准了这个时机采取的行动。那怎么会有天花呢？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到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几日后登陆古巴。从那以后，西班牙就陆续在加勒比海和美洲沿岸设立据点，并向内陆推进。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到来的是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天花和麻疹。印第安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旧大陆的病菌，所以他是无从产生抗体或者改变他的基因的。前哥伦布时，大约95%的美洲土著死于这些传染病，可见病菌的威力有多大。印加帝国它是没有文字，它都是靠口传的，但西班牙有嘛，所以西班牙它很快就知道了欧洲其他地方的那些文明的程度，而且它也有数千年的欧洲史，所以它又知道怎么进攻防守。相较之下，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是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也没有应对外来入侵者的经验。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个跟西班牙军队待了2天的使者的片面之词。但其实早在1510年，也就是22年前，印加帝国以北600英里的巴拿马早已有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踪迹，危险在逼近，但他们浑然不知。好，以上就是这场战役的静音，其实并没有回答到根本上的问题：为什么手持利剑、骑着马的不是印加人？为什么印加人没有拥有文字？为什么欧洲人没有被美洲大陆的传染病感染？这就要涉及到终极因。这张图叫做历史事件普遍模式背后的因素，最下面的就是近因，也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表面原因，而最后面的是终极因，就是发生这个历史事件最根本的原因。可以看到我刚刚说到了病菌、文字还有装备都是表面上的原因，它根本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先从多种可供驯养的野生种这个说起。印第安人不骑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洲没有马，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美洲与其他洲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所以它只能够利用本土的动植物资源，而地球上可驯化的动植物资源分布是不均匀的，尤其是动物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欧亚大陆。那可驯化是什么意思呢？驯化不同于驯服，大象可以被驯服，但不能被驯化，因为它不能够在人工环境中繁殖，所以它不能够成为家畜。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家畜都原产于欧亚大陆，比如说现代的马、猪、牛、羊、驴等常见的大型家畜的祖先都在欧亚大陆。唯一一个不在欧亚大陆的是羊驼的祖先，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但总不能叫印第安人骑羊驼作战吧？导致这种不均匀的原因就在于欧亚大陆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所以它的候选动物本来就比较多，而且近4万年来没有发生过动物大灭绝。那说到动物资源，我们也会想到非洲、澳大利亚，为什么他们不驯化那些动物呢？原因就在于那些动物要么是太凶猛，要么是太挑食，不然的话就是长得太慢了。可供人类驯养的动物其实很少，比如说非洲的斑马，跟马是挺像的，但完全不一样。成年后的斑马性格很恶劣，十分危险，咬了人就不肯松口。还有就是灰熊，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奴人有个习俗，就是养小灰熊供祭典用，一般满周岁之后就赶紧杀了，因为成年后的灰熊没有被驯服过。再比如澳大利亚的考拉，它太偏食了，只吃桉树叶，很难伺候。还有动物呢，过于独立孤僻，比如说猫啊、雪豹啊，这种动物有领地意识，无法忍受同类，更不可能被放牧。只有那种群居动物比较适合被驯化，他们会本能地跟着领袖，也会把人类当领袖，比如说绵羊。但也不是所有群居动物都适合圈养，比如说瞪羚，因为它们很容易惊慌，如果把它们关起来的话，会一直撞向兽栏，而且它们一跳就是9米高，一跑就是每小时80公里。但不觉得奇怪吗？美洲这块大陆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温顺又不挑食的大型动物呢？其实有，但灭绝了。大约1.5万年前，当时的美洲西部跟现在的非洲没什么两样，有大象、狮子、猎豹，也有马。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大灭绝，距今约3万年前，它们的灭绝时间跟人类登陆的时间有关。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大灭绝可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但这些动物挺过了数千万年的恶劣气候，偏偏在人类抵达后不久就灭绝，也太巧了吧。
那至于为什么非洲跟欧亚的大型动物没有灭绝，是因为我们人类起源于非洲很快就来到了欧亚大陆，所以这些动物跟着我们演化，就有充分的时间演化出避开人类的本能。看看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就知道了。人类1535年才发现这个岛，所以这个岛上的动物到现在还非常的温顺，一点都不怕人。如果美洲的马没有灭绝，的确有可能骑着马跟西班牙人一较高下。大陆轴线的走向直接影响到了作物和牲畜的传播速度，也间接影响到了病菌的产生，以及文字和枪炮等发明的传播。欧亚人与美洲和非洲的土著的差距就此拉开。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轴线是南北向，而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向。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昼夜长短、气候温度还有周围的动植物也差不多，这对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及动物的生存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椰子在海南、台湾地区可以生长，但如果硬是要种在东北，那就活不了。再比如说最早产生原始作物包的地区之一是肥沃新月地带，这些作物很快就左右传开，覆盖了爱尔兰到印度流河域。但是当这个作物包传到埃及以后，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凉爽高地就此打住，没办法再往下传到南非，因为这中间隔了一个超宽的热带。不过这些作物也很难再向东传播到中国，因为中间隔了个中亚沙漠、青藏高原还有喜马拉雅山。动物也是有特定喜欢待的气候，人也是。比如说来自北欧的殖民者他们喜欢殖民凉爽的北美澳大利亚、南非还有马匹它从未越过赤道以北的西非王国，因为受到炎热天气和当地疾病的阻挡。安第斯山脉的羊驼也是越不过中美洲的炎热低地。简单来说，就是动植物横着传播很容易，但是竖着传播就很难。因此南北向的大陆不利于动植物的流动，而有没有得到作物包和牲畜很重要，这影响到了有没有农民。有了农民才能供养大量的闲人，才能建立社会体系。人口增长并聚集在一个地方，密度就上来了，密度一上来传染病就来了。但是远古时期我们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那这些群聚疾病的原始的病菌来自哪里呢？答案就是群居动物。比如说牛瘟病毒是经过牛传给人类，在人类身上发生演化，就变成麻疹病毒。天花、肺结核也是来源于牛，流感来源于猪和鸭。这意味着人多动物多的地方就容易产生传染病。也因此所有的致命病菌都是从欧亚大陆传染到美洲的，因为美洲的人口发展比欧亚大陆来得晚，而且它几个人口稠密的地方没有交通网络连接起来。曾经的天花也杀死了很多欧洲人，但幸存下来的人就带了一定的抗体，经过世世代代，大家都有了一定的抵抗力。而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到天花，自然没有抗体，就很容易被杀死。刚刚说了农民养活闲人，那他同时也养活了发明家。比如说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的器形文字，用来记录绵羊的数量之类的。苏美尔地区是肥沃新月地带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可以反映文字的发明和农业有关。其实中美洲也是有文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玛雅文字。既然美洲和欧亚大陆都能发明文字，那为什么西班牙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呢？因为玛雅和印加帝国之间交通不便，中间是巴拿马地峡，路太窄了传不过去，所以印加帝国没能发展出文字。相较之下，欧亚大陆的路真的很宽，走哪里都比较通畅，渐渐的大家也都有了文字。这也足够说明了传播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管是文字、罗盘还是枪炮，只要一个地方发明了，能传播到的地方都能受益，所以交通不便的地方就比较落后，放到当今也是一样的。